我只是害怕，你说你是灵魂穿越到了这具身体上，我不知道在你心里豆豆算不算你的孩子。听完这番话，赵小驴这才清楚凤小妹为什么自刘掌柜走后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样子。按理说卖了2张方子还达成了供货合作，她应该高兴才是，毕竟自己的男人赚钱了，以后的日子也更有了奔头。爹爹，不要豆豆了吗？赵小驴没有想到，原本熟睡了的豆豆听到这个话题竟潜意识的被惊醒，不难想象这个仅仅3岁的稚童以前究竟经历过多少个令他恐惧的夜晚。虽然很多情感小孩子不会用语言表达，可是孩子的内心却是敏感的，望着眼前这个想要努力憋住不哭出来的小人儿，赵小驴的心疼碎了。豆豆乖，不要怕，娘只是担心爹爹又变得像从前一样，但是爹爹答应过豆豆，咱们还拉了钩，对不对？爹爹再也不会变成从前那个样子，成天打你和娘了，好不好？乖，睡吧，爹爹会一直像个大怪兽一样保护豆豆长大的。爹爹是豆豆的大怪兽，全天下最厉害的大怪兽。很快，天真的娃娃得到了父亲的安慰，再次沉沉睡去。望着熟睡中的小家伙天真漂亮的脸蛋儿，赵小驴沉默了。自赵小驴穿越过来后，因为生活条件的改善，豆豆脸上原本蜡黄的菜色已经褪去，白白的嫩嫩的，豆豆很可爱，长得也很漂亮，从她稚嫩的小脸上仿佛能看到凤小妹小时候的样子。小妹，你爱我吗？听到这话，凤小妹突然有些无措。如今的时代，谁会轻易说出这等梦浪之言？可是无措之余，她分明清楚地看到赵小驴一脸的认真，陡然之间，她的心间多了一股莫名的勇气。我爱你。那以后就不准有这种无用的想法，在我心里，你和豆豆都是我的，是我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守护的亲人。这番话赵小驴分明带着火气说出来的，可是听在凤小妹的耳中却是那么的温馨，那么的醉人。第二日一早，一家3口早早起床准备洗漱做饭，此时门外却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赵小驴刚想躲回炕上躺着装残，门外却传来了凤母的声音：小妹，你们起来了吗？快给娘开门。一听是自己母亲的声音，凤小妹不再迟疑，上前打开大门。结果门刚一开，凤母便急不可耐地窜了进来。我可怜儿啊，你说灾难怎么专找你呢？小驴刚改邪归正，怎么又断了双腿呀？姐夫的腿真的断了吗？难道再也治不好了吗？闺女，不用怕，我跟你爹商量过了，一个女婿半个儿，只要小驴对你好，其他的我们都不在乎。这次来就是想着把你们接回去住，咱回家想办法给小驴治。一时间，凤家父母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这个苦命的女儿，凤小妹则是一脸无奈，她根本就没机会开口解释。里屋内，赵小驴听着伙房里传来的对话，心下却甚是感动。原主有着这样的一个岳家，却不知道珍惜。爹娘，小安，你们来了。小驴，你的腿。姐夫，这是怎么回事？爹娘，我的腿没事，你们先进来，具体的事我们慢慢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众人刚一进屋，豆豆看到凤家二老，立马惊喜地嚷了起来：我的乖孙女优可想死外公了。老不死的，这会儿腿脚倒是挺麻利。小驴呀，我昨天去镇上遇到了你姑姑，听她说你的双腿断了，还和赵家断了亲，你爹和我可急死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凤母口中的这个姑姑本是赵家赵有福的亲妹妹，因为出嫁的早，所以早早便离开了赵家。如果说赵家还有唯一一个人对赵小驴好的，那就是这个姑姑了。听到丈母娘问，于是赵小驴便将这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这赵家真不是个东西，自己亲儿子都能抛弃，真是黑心肝的一家人。对儿媳不好我还能理解，对儿子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知赵氏夫妇心里如何想的。他们怎么想以后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就想守着自己的妻女，过好自家的日子。对了，爹娘，我想盖一套砖瓦房，您有认识的包工吗？凤老爷子身为童生，在10里8乡的名声还是很响的。桃花镇、下辖4个村，一镇4村就出了2个童生，所以身为教书先生的凤老爷子人脉还是很广的。不错，你能有这打算，我甚是欣慰。如今住着别人的房子，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如今的凤老先生看自己这女婿是越看越顺眼。自打上次他们回娘家，他们发现这赵小驴简直像变了一个人。包公我倒是认识2个，但是砖瓦房可不便宜，就算只盖3间屋，没有30两银子是拿不下来的。再加上地皮，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想到这儿，他从怀中掏出1张10两的银票递给赵小驴。上次你们回家给了小妹20两，加上这10两，也能勉勉强强盖3间砖瓦房了。至于家具什么的，
就得你自己想办法置办了。这10两是他们家最后的积蓄，原本是留着凤小安科举的时候用来做盘缠的，只是听说女婿摔断了腿，又和赵家断了亲，他们夫妻俩一合计，想着先拿钱给女婿治腿，儿子科举还有半年时间，他们到时候再想办法。爹，该房的钱我已经攒好了，这钱你留着应急。还有上次您拿给小妹用来给我做买卖的那20两我都没动，您二老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堂堂7尺男儿身不能做趴在二老身上吸血的牛虻。哪个不长眼的？谁敢说我苦命的好大儿是吸血的牛虻的？我儿子有伤在身，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你还要不要脸？那是我儿子，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拉扯到了19岁。我来接我儿子回家，你凭什么拦着我？此时的赵氏全然不顾赵小驴等人一脸的寒霜，两片嘴唇上下翻飞，自顾自地诉说着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如何惦念自己的儿子。而凤母虽不是大家闺秀，可嫁给凤老爷子后，那也算书香门第，一向讲究事理的她哪能在这贼妇嘴上讨到便宜，直气得心窝子疼，却也无可奈何。还有你好吃懒做的贼婆娘，就你那一身懒骨头，我儿子在你手里还指不定要遭多少罪。我大哥惨了，外人怎么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他？要我说，还得是亲爹娘和兄弟姐妹才能照顾好大哥。一听这话，还不等凤家二老说什么，旁边的凤小安却再也坐不住了。尽管凤老爷子一向家教严苛，讲求明事理辨是非，可见赵氏这样羞辱自己的姐姐，顿时少年血性直冲天灵盖。给老子闭嘴！你个老登，再羞辱我姐姐，别怪我长烂你那张狗嘴。之前我姐夫伤了双腿，你们已经跟他断了亲，与我们比起来，谁才是外人？凤小安的话顿时让赵氏母女神色一僵。的确，如今他们已经与赵小驴断了亲。凤家二老虽是岳家，可这样比起来，这所谓的外人还真不是他们。自知理亏的赵氏没有理会凤小安的话，转头望向正一脸冷漠的赵小驴。娘的儿啊，你受苦了，这屋里什么也没有，人怎么能住得下去啊？大哥，自从你搬走后，爹娘就非常担心你。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可以滚了。你们给我记清楚，自断亲之日起，我便不再是你儿子，更不是你大哥。我跟娘亲自跑来，就是给你台阶下，你怎么如此不识好歹？大郎啊，娘知道你心里有气，可那会儿娘也没有办法，家里的日子本就不好过，实在是无法再养你们一家3口啊。听你这意思，现在能养了。赵小驴的话顿时让赵氏母女语塞，旁边的凤母忍不住说道：我看是某些人知道了我儿即使断了双腿也有赚大钱的本事，所以想着接回去继续利用吧。凤母的话虽带着满满的嘲讽之意，可显然并没有对赵氏造成任何影响。儿啊，为人父母又有哪个是狠心肠的？将你送走后，娘这心里就像空了一块似的，这2天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就怕你在外面有个3长2短。大郎啊，跟娘回去吧，咱一家好好的过，你的腿也不用担心，娘会找大夫给你医治的。此时的赵氏脸上满是泪痕，伤心欲绝地说着让赵小驴回去的话。这场面如果被一个不知情的外人见到，还真像是慈母苦口婆心地规劝某个不孝子。我勒个兜，我一个被各种电视剧荼毒过的现代人，居然都佩服起这赵氏的演技了。娘，您终于肯认儿子了，儿子不生气，因为儿子知道娘一定会来接我回去。既然如此，那咱快走吧，回去我就找个大夫来给你看病。不用再找大夫了，我昨天借了天香阁掌柜的150两，买了同济堂那根老山参，还有我准备盖房子，还借了岳父家30两。娘既然想养着我，那先把这钱替我还了吧，要不我这心里不踏实。什么？借你岳父的钱，你还要还回去？是啊娘，借的钱自然得还，您说对吧？此时的赵氏顿时觉得心眼子都快被堵死了，自己舔着脸跑上门嚷着要接儿子回家为的是啥？哪知道到头来钱没得到，还要替这废物还钱180两。他们一家就算勒紧裤腰带，哪怕把骨盆都勒碎了，也攒不出这么多钱啊！切！娘，这废物赚钱没本事，欠债倒是厉害的紧，真要把他接回去，咱们一家都得被他害死。要我看，他还是死在外面算了。要么说这才是亲母女。赵氏顾着老脸说不出口的话，却被女儿全说了。啊，对，大郎啊，你就安心在这里养病吧，我还有事，先走了。
怎么这么快就演不下去了吗？看着赵小驴戏谑的表情，赵氏心中却突然萌生了一个怪异而恐怖的念头。你不是赵大郎，你不是我儿子。赵氏这话一出，旁人没觉得什么，可是凤小妹心中却没来由的一阵紧张，因为她知道赵氏这话是什么意思。毕竟赵氏与以前的赵大郎一个屋檐下生活了19年，如今赵小驴跟以前段若两人，难道这赵氏看出了什么？我当然不是你儿子，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说不定我是被你从哪里偷来的，对吧？娘，这是真的吗？闭嘴，赶紧跟我走。此时的赵氏望着眼前的赵小驴，如同见到了什么洪荒猛兽般，慌不迭地拉着一脸疑惑的赵雪仓皇而去。一场闹剧无疾而终。翁婿二人谈妥了找工匠盖房子的事后，也不多待，便带着凤小安走了。相公，赵氏好像怀疑你的身份了。不用在意，就算我明着告诉他，他还能翻起什么幺蛾子？媳妇，一会你去趟李正家，就说我想买块宅基地。闻言，凤小妹心中一喜，虽然赵小驴早说过要盖房，可这是真提上日程，凤小妹的心中还是觉得欣喜万分。咱们要有自己的家了吗？对啊，傻丫头，我说过的要给你和豆豆一个安稳的家。不过你觉得咱们的宅基地选在哪里好呢？此时的凤小妹早被赵小驴这蜜一样的话甜得晕头转向了，哪还在乎什么位置？这个男人太会哄自己开心了。都听你的，你说选哪里就选哪里。那就选在村子最西头吧，那片地和庄稼地挨着，土质要好上许多，咱多买点，到时候开上3、4亩田，好好施肥，说不定还能种庄稼呢。好，都依你，那我这就去李正家把宅基地买下来。夫妻二人商定完，凤小妹便带着10两银子出了家门。而另一边，此时的赵氏母女正走在回家的路上。不过跟在后面的赵雪想起之前赵小驴说的话，再加上赵氏的表情，这让她觉得这一切都显得太过不可思议，心中的疑惑如同疯涨的潮水。娘，那个废人真不是你亲生的吗？听到赵雪的话，原本满腹心思正低头赶路的赵氏却如同被毒蜂狠狠地折了一下。只见他猛然顿住原本略显踉跄的脚步，回过头哆嗦着嘴唇说道：以后这事休要再提，我怀疑那赵小驴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如今的他怕不是被什么鬼碎上了身。娘你可知你在说什么？当家的，如今他怀疑自己不是咱们亲生的，他要是真查起自己的身世，当年的事一旦败露，那咱们一家不得掉脑袋吗？这可怎么办啊？哼，怎么办？你说怎么办？还不是你这蠢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亲都断了，你还去招惹他干什么？是小雪跑回来告诉我，他跟镇上天香居的做了什么生意，赚了40两，我这才想着去把他接回来，我这也是替咱们一家着想啊。想不到那小子从小偷鸡摸狗不学无术的，怎么一分家突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当家的，你说那赵大郎该不会是被什么邪祟上了身吧？邪祟上身，这倒是个好办法，找个合适的时间你这样做。落日余晖，和煦的夕阳下，一场阴谋正在悄悄酝酿。而另一边，李正叔，我家相公让我过来找您，想买块宅基地。小驴刚刚伤了腿，你们又被赵家那对绝情的父母赶了出来，眼下这情况，有钱先给小驴治腿吧，至于那房子，你们就先放心的住着，不用着急搬。谢谢李正叔关心，今早我爹娘来过，给我们借了点钱，让我们盖2间小屋，先安顿下来。以这个理由买宅基地也是夫妻二人提前商量好的，要不然一分出去就突然有钱了，这事解释起来会很麻烦。小驴命好啊，有你父母这样的冤家，以后好好过日子。上次同济堂的大夫不也说了吗？小驴这腿还是能治好的。多谢李正叔关心。行，地方选好了吗？想要买多少？6亩。多少？村西头那6亩宅基地。我说你们这俩孩子怎么想的？买那么多地干什么？那块地又不适合种地，而且1亩宅基地1两银子，你可得想清楚了。凤小妹没有继续解释，而是将手里那张10两的银票递给了李正。见凤小妹态度坚决，李正摇了摇头，却也不好再说什么。那好吧，等量好了地，明日一早你随我去趟县衙，将你们一家的身份牌重新兑换了。第二日一大早，凤小妹便早早起床做好了饭。她今天要跟李正到镇上把一家的身份牌子换了。2只懒虫起床吃饭了，要不一会该凉了。你这也太早了，鸡都还没醒呢。我一会要去县衙，你们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抱一下。哎呀，豆豆还在呢。怕什么？
老夫老妻的天天睡在一起抱一下怎么了？与眼前之人虽说一同生活了4年，可是赵小驴穿越过来之前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有冷漠和暴力，哪像现在这般动不动就调侃一下自己，每次都是让自己既羞涩又欢喜。爹爹娘，豆豆也要抱抱。很快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静谧的清晨，屋外鸟儿的叫声格外的清脆。望着眼前的男人和不停打着瞌睡的豆豆，凤小妹的心中没来由的一阵感动，一股强烈的幸福感将她紧紧地包裹其中。眼前的2人属于自己。傻看什么呢？还不快吃饭？你一会不是要跟李正去县衙吗？这就吃。对了，相公，一会去县衙换贴身照，豆豆的名字怎么写？用赵豆豆吗？赵身帖就是这个时代的身份证明，类似于身份证。你不说我差点忘了，豆豆的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就叫赵思安吧，希望豆豆一生都能平平安安。凤小妹对这个名字很满意，更让她惊喜的是，这人居然能想到这样有寓意的名字。吃过饭后，凤小妹去了县衙，赵小驴则抱着豆豆回屋继续睡觉。不过刚睡下没多久，房门却再次被敲响了。随着敲门声传来的还有几个妇人的喊声：“小驴媳妇，你在家不？快开门！天大的好消息，你们家小驴的腿有救了！”听到这话，赵小驴有些懵，不过他能听出这声音是他们村里那几个与凤小妹关系还算不错的妇人。小妹出门去了，我的腿不方便，门没锁，你们直接推门进来吧。话音刚落，只见几个妇女簇拥着一个人挤进了屋内，定睛一看，却是顾北来了。顾大夫，你怎么来了？哎呀，小驴子啊，你可真是好命！你不知道人家同济堂可真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啊，人家是来给你治腿的。刚刚我在村口正巧遇到顾大夫在打听你家住址呢，这不我就给带过来了。是这样，我上次回去后说了你的事，师傅说救人命的事不能用金钱衡量，况且你之前进山打猎也救过我师傅的命，这根老山参全当还了你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就带着这根山参过来找你了。那谢谢贵师大恩了，等我腿好了一定将这山参的钱给补上。2人你一言我一语，旁边那几个妇人是滴字未落，全部听进耳中，唏嘘之余不忘感叹。我昨天听李正家嫂子说，他岳家出的银子买了6亩宅基地，给他们盖房子呢。如今同济堂又来给他免费治腿，这赵小驴真是命好。赵家这次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们怕断腿的儿子拖累一家人，就狠心断了妻。这用不了多久，小驴腿好了，到时候人家房子也盖好了，每天打猎还能赚个40-50文，那日子岂不是要过起来了？赵氏目光短浅，将最能挣钱的儿子赶了出去，这会儿指不定多后悔呢。3个女人一台戏，果然女人们只要扎堆，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过这也正符合了赵小驴的心意，又治腿又盖房的，省得自己以后跟村里人解释了。几位夫人，我要给赵兄换药，还请几位稍稍回避。原本聊得正欢的几个妇人听大夫这么说，立马知晓赵小驴伤在腿上，要换药肯定得脱裤子，当下不再多言，道了别便纷纷散去。等人都走后，赵小驴这才满脸疑惑地询问：顾兄，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俩的计划中并没有送山参这一环啊。我回去想了想，演戏还是要演全套，不然你这腿过段时间忽然好了，岂不是引人怀疑？所以我就拿了个空盒子过来糊弄糊弄人。与此同时，桃花镇天香居，客官，你的菜到了。这是什么？我们并没点这道菜啊。客官，这是我们天香居推出的新品，现在免费试吃。这不是金钩跟横行吗？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客官放心吃便是，出了任何问题，我们天香居一力承担。想想也是，这天香居乃是实力老字号，而且其背后势力之大，足以令人咂舌。念及此处，这名食客便也不再拒绝，反正免费试吃的东西，尝一小口又何妨？然而，当他把夹起的蟹肉放入口中的下一刻，小二，这菜叫什么名字？回客官，这菜叫蒜蓉蟹麻辣虾。快去，一样给我上1大盘，不，一样给我上5大盘。客官，目前这菜还没有正式推出，需等2日之后。不过您现在可以预定。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订上。不知不觉又近黄昏，落日的余晖浸染着这座温馨的小院。赵小驴出神地坐在一张木椅上，似在想着什么。旁边凤小妹正洗着父女俩的衣服，她的心情很好。如今有了新的身份名牌，宅基地也买了，琐碎的事情都忙得差不多了，只等新房建成，她便真真正正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未来可期，一切都有了奔头。不远处，豆豆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树枝，正开心地捅着蚂蚁窝。小孩子快乐的理由总是那么简单。媳妇，我在。明天你去散播一下消息，就说咱们大量收购金钩和横行，1斤金钩5文钱，1斤横行3文钱。收太多会不会卖不出去？
万一刘掌柜那生意不好呢？不会，你明天尽管去就行。对了，再顺便去找趟赵大牛，让他在镇上捎几个箩筐回来，咱们装货用。一切都听你的。我媳妇真乖。你又来。毫无意外，凤小妹再次被这个男人逗得脸红心跳。这男人又调侃自己，豆豆也乖。一时间，开心的笑声充斥在温馨的小院内。天边原本懒散的夕阳，也好似被这温馨的一幕感染，加快了落山的速度，仿佛也急着回家找妈妈。这种在现在被人趋之若鹜的美味食材，在古代却没人敢吃，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长相凶狠的水生物是有毒的虫子。但是今天山泉村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却沸腾了。你听说了吗？据说赵小驴收金钩和横行，一斤金钩5文钱，一斤横行3文钱，有多少收多少。我看他不只是伤了腿，8成连脑袋都伤了。眼下田里正忙，谁有功夫去跟他瞎折腾？尽管收购的事传得沸沸扬扬，尽管收购的价格在这些穷苦的村里人看来非常诱人，但是没人相信赵小驴真会出这么多钱来收这种没用的毒虫。不过村里有个女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却真带着自己的儿子去了河边。她姓李，是村里的寡妇，丈夫在2年前得痨病死了，只留下了她和7岁的儿子。当初为了给丈夫看病，李寡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等丈夫一死，小叔子一家就占了他家的房和地，李寡妇娘俩就只能窝在2间茅草屋里，整天挖野菜充饥。娘，小驴叔真的会收这东西吗？听村里人说是骗人的。说话的是个一脸菜色、年纪7、8岁的孩子，望着前面弓着身正在水中不停摸索的女人，他清澈的眼神中流露着不安和心疼。不安是因为他们娘俩已经1天没吃饭了，抓虾蟹是他们眼下能填饱肚子的唯一希望。心疼是因为前面的那个女人为了照顾自己，为了撑起这个家，遭了太多的罪。生活的苦逼迫着这个7、8岁的孩子早早的学会了懂事。试一试吧，小柱，娘跟你说过，做事情无论什么结果，只要肯去尝试，就一定会有一个答案。要是咱们也学村里人那样只靠猜测，如果你小驴叔真收这东西的话，那我们岂不是要错过这机会，又要回家吃野菜吗？一想起清水煮野菜的味道，少年的脖子忍不住缩了缩，原本一脸的菜色也似乎更重了一些。娘，我记住了，这不是李婶子吗？这是在捉金钩和横行啊！你还真信我那个断了亲的瘸腿大哥说的话呀？说话的正是赵雪。见李寡妇并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自讨没趣的他只得悻悻离去。小柱，这种罔顾亲情的小人不可深交，最好离得远些，更不可跟这种人学，不能像你小叔一家人那样。等你长大了，要做一个有担当、有人情味的大男人。我都记住了，娘。不多时，娘俩就捉了满满一桶提着来到了赵小驴家门口。这个时代的腊菇虾河蟹并没有被人发现其食用价值，所以水中数量很多，捉起来也容易得很。李嫂子，你怎么来了？豆豆娘，我听说小驴在收金钩与横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一斤金钩5文钱，一斤横行3文。那真是太好了，我这里捉了一些，你看看能卖什么价？原本满心忐忑的李寡妇听到凤小妹那句肯定的回复后，顿觉如同仙音。这意味着他们娘俩今天不用再饿肚子吃野菜了，自己倒是无所谓，苦点累点没什么。可是自己的儿子赵小柱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为娘者哪个不想把最好的都给自己的孩子呢？那李婶子快进来吧，豆豆爹腿不方便，他正在院子里呢。对，看我这记性，差点忘了小驴腿不方便。相公，这是李嫂子提来的，但咱没有秤，怎么办？听凤小妹说完，赵小驴往桶里看了看，发现里面全都是成年虾蟹，一只幼崽也没有。他心下满意，对李寡妇的为人也有了初步的了解。秤已经嘱托赵大牛买了，估计晚上他跑完车才能到，要不就估个斤数吧。金钩按1斤算，横行按2斤算，李婶子你看怎么样？成，就按你说的。听完赵小驴的话，李寡妇没有犹豫，当下答应。这个数跟他自己预估的也差不多。见双方谈妥，一旁的凤小妹当下拎着桶，把里面的虾蟹倒进了自家唯一的水缸里。没办法，托赵大牛买的竹筐还没送来，眼下只能暂时存在水缸里了。李婶子，这是11文，您收好。谢谢。11文，今天终于不用饿肚子吃野菜了。颤抖着手接过赵小驴递过来的11文，李寡妇千恩万谢地走出了小院。小柱，今晚想吃点啥？娘，我想吃肉，去买一点，就买一点成吗？卖了11文，一路上娘俩都很开心。尽管孩子已经很懂事了，可毕竟还是个孩子，
看到赵小柱小心翼翼的央求摸样，李寡妇满腹的心酸无处安放。好，咱们去割点肉。赵小柱听自己的娘同意去买点肉，顿时喜出望外。不过就在娘俩正开心的走在回家的路上时，身后却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等等，李婶子，不管你金钩和横行卖了多少钱，你得抽给我一文。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一脸错愕的李寡妇回身望去，正是之前的赵雪。此时的她正一脸得意地望着自己娘俩。我们娘俩辛辛苦苦赚的钱，凭啥给你一文？哼，就凭我可以让我大哥以后不再收你的货，你信不信？1文钱，我要的也不多，你老老实实给我，这样你以后还可以继续把货卖给我大哥。否则只要我让大哥不再收你的货，你就只能带着孩子继续回去挖野菜啃树皮。1文钱是吧？好。娘，听到自己的母亲竟然答应了赵雪的勒索，此时的赵小柱满心的不甘。他们娘俩靠自己的双手赚的钱，却还要拿出1文的抽成交给一个不相干的人。小柱，你看好了，娘今天教你以后遇到被人欺负的时候该怎么做。说完，李寡妇便满脸堆笑的走向赵雪，而原本就满脸得意的赵雪见到李寡妇的态度，脸上的表情也更加嚣张了几分。小雪姑娘，1文钱是吧？我这就给。算你识相，我要的也不多，就要1文。明日去镇上学刺绣，坐赵大牛的车正好够用。赵大牛有头牛，在山泉村是专门跑车的，就相当于现在的客运。去镇上虽说不远，也就几里路，可是赵雪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娇滴滴的弱女子，将来是要嫁个大户人家享福的，怎么可能委屈了自己靠2个脚底板赶路？如今讹了李寡妇1文正好够了。不过还没等他得1文，只见一个鞋底板在他的面前迅速扩大，朝着他的脸就呼了下来。1文是吧？够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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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李婶子，求求你别打了，我错了。一顿杀猪般的鬼喝才尽，只见李寡妇把赵雪按在地上，打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要说赵雪就讹他1文钱，况且还没成功，怎么着也不至于打这么狠。但是作者就是任性，这赵有福一家与当年霸占李寡妇房子耕地的小叔子何其相似，这顿输出就主打一个解气。不要了，不要了，那你这顿打不白挨了吗？白挨我也不要了，求求你不要再打了。今天这顿打你不白挨，我告诉你一个道理，我一个寡妇带着孩子，这几年在村里却没有一句闲话传出来，靠的可不是忍让。还有，以后别一口一个大哥的叫，你们一家把人家赵小驴赶出来，还有脸在外面提他的名字。今天这1文钱婶子给了，就当你挨了这顿打，让婶子出气的赏钱。一场风波结束，很快李寡妇捉虾蟹卖钱的事就像风一样传遍了这个小村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有人问起，李寡妇也会帮着赵小驴积极的宣传。是真的哦，我今天刚刚卖了11文，不过小驴只收大的，不收苗苗，你们挑大的捉。哈哈哈，好嘞，知道了大妹子，我这就去捉。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得到想要的答案，欢天喜地的走。要知道一个壮劳力去镇上扛麻袋，一天下来累死累活也才赚个20-30文，这捉虾蟹一个人努力些，一天搞个几斤赚个20-30文，这种简单的账谁都会算。娘，干嘛要告诉他们这些？他们不信就让他们不信好了，咱们自己去捉还能捉得更多。小柱，这是满是瞒不住的，我们只需要本分的做好自己，能赚多少那是我们自己的本事。而另一边，村旁原本清静的小河或是热闹起来，河里多了很多妇女和孩子，尽管时不时会有哪个孩子被夹住发出鬼哭狼嚎的哭声，但这丝毫打击不到大家赚钱的热情。一时间往返赵小驴家的人络绎不绝。不过好在等人们捉好了虾蟹，已经到了下午，赵大牛的车已经回来了，托他买的箩筐也都带了回来。捡去桶的重量金钩还剩2斤，横行3斤3两，一共20文。哇，赚这么多，都赶上我爹一天赚的钱了，谢谢小鱼哥，谢谢凤嫂子。狗蛋明天努力，争取赚他40文。不知不觉夫妻2人忙活了一天，收完最后一份，此时已是明月高悬。豆豆年纪小，早早便熬不住，简单吃些东西睡下。清冷的月光下，小院里只剩夫妻2人。一天下来都是凤小妹一个人忙活，称粮、计算、搬货，而赵小驴只需按照小妹的指示支付收购虾蟹的货款。相公，天色很晚了，你先回屋歇着吧，剩下这些我来收拾一下。望着院子里堆得到处都是的箩筐，凤小妹要重新把虾蟹归置一下，这样明早赵大牛的车来的时候搬运起来会方便很多。望着眼前这个女人，她明明已经很累了，却还想着让自己早点休息。赵小驴的喉咙隐隐有些阻塞，清冷的月光映衬着那道正自忙碌的瘦弱身影。赵小驴突然感觉心疼的几乎无法呼吸，多好的女人啊！
一股强烈的冲动让他只想将这个女人拥在怀里，小心地呵护着。媳妇，抱抱。哎呀，这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呢，你先去睡好不好？我很快就收拾完了。媳妇，说好了要让你和豆豆幸福的，可还是让你跟着我干这么多的活受累。感受着身后之人怀中的温暖，耳畔传来他温热的气息和体贴的情话，凤小妹的心沉醉了。曾几何时，她以为自己的一生会一直麻木地过下去，熬到豆豆长大嫁人，她就离开这个让她觉得无比绝望和冰冷的世界，最好永远都不要再世为人。直到身后之人的出现，她觉得自己好像重新活了过来，也第一次有了做女人很幸福的感觉。傻瓜，说什么呢？你为了我和豆豆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你对我好我更知道。你是我的夫，是我的男人，这样的日子即使干再多的活我都不觉得累。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美好和惊喜在等着我。小妹，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相公，谢谢你给了我世上最美的幸福。皓月当空，皎洁的月光似乎都在努力地将自己变得更柔和一些，生怕惊扰了甜蜜中的二人。四目相对，深情凝视，此时在他们的眼中，除了彼此的身影，早已没有了一切。第二天一早，赵大牛便早早赶着牛车来到了赵小驴家。他现在几乎成了赵小驴的专职货运司机，不过这样更好，比单纯的拉人捎货简单多了，而且赚的钱也多，往返一趟赚的比以前2-3天都要多。凤嫂子这些我来搬吧，你去忙你的就好了。好，那就辛苦大牛兄弟了。虾和蟹一共40多斤，赵大牛一人很快就搬完，赶着牛车去镇上了。见天色还早，今天来卖虾蟹的起码要到晌午才能来人，所以趁着这点时间，赵小驴决定到不远的山上看看自己下的陷阱有没有捉到什么猎物。媳妇，我去趟山里看看有没有捉到猎物。注意安全，早点回来。想起昨晚那浪漫的一夜，凤小妹现在望向赵小驴，还是忍不住的脸红。这个男人太会讨她欢心了，当然除了那3秒。到了山上，赵小驴正准备按照之前陷阱的位置检查是否捉到猎物，然而一个突兀的声音却突然在身旁不远处响起。小驴，你的腿。小猪娘，你那边野菜多不多？我过去跟你一起挖。赵小驴的粉丝公认最美寡妇进山挖野菜时，竟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整个村连狗都知道赵小驴的2条腿断了，然而那个断了腿的赵小驴此时此刻却正在活蹦乱跳的满山溜达。小驴，你的腿。我操，完犊子了，看样子装残废这是要暴露了。小猪他娘，你那边野菜多不多？多的话我过去跟你一起挖。狗蛋他娘，这边被人挖过了，咱们去别处看看吧。你刚刚在跟谁说话啊？哪有说话？你听错了。听到2个女人开着玩笑渐渐远去的声音，赵小驴心中忍不住暗暗叫苦。村子里的碎嘴子本来就多，这事要是败露，那赵家还指不定怎么借题发挥大闹一场呢。虽说他赵小驴不怕，可毕竟没人愿意跟麻烦纠缠不休。算了，爱咋咋地吧，我还是赶紧去看看设下的陷阱有没有收获吧。想着，赵小驴找到自己设的那3个陷阱的位置，不过一番检查后均没有任何收获。看来这附近的小动物都学聪明了，熟悉了我这陷阱的套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今天毛都没弄到不说，还暴露了自己精心布置的骗局。此时的赵小驴心情格外的糟，他无法想象以村头情报站为首的那几个长舌妇，知道了自己断腿是假后，会如何编排是非。什么东西？哪来的小野狗？回到家中，凤小妹已经做好了早饭，此时母女俩正等她回来一起吃饭呢。相公，你回来了，早饭做好了，快过来吃饭吧。什么？这是什么嘛？看到赵小驴怀里抱的那一坨黑不溜秋的小东西，豆豆好奇地眨巴着湿漉漉的大眼睛，眼神中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期待。爹爹，这是狗狗吗？是给豆豆的吗？原本心情沉重的赵小驴听到这个小人充满稚嫩和喜悦的声音，一股莫名的力量让他的心在这一刻彻底的平复了下来。只要妻女平安喜乐，哪怕承受再多的压力又如何？想起后世现代中哪个成家的男人不是背负着一身的压力，只为了撑起那不大的一方净土留给家中的妻儿？纵使被压碎了一身裂骨，那又如何？只要回首望一眼身后妻儿的欢颜，便足可抚慰所有的伤痛。是啊，在山上捡到的，带回来陪豆豆，以后他就是你的小伙伴了，豆豆要照顾好他。哇，谢谢爹爹，狗狗好可爱，豆豆喜欢，它这么黑，以后就叫它小黑蛋。
这是狗？怎么感觉跟村子里的不太一样？这肯定是狗，我天天打猎跟动物打交道，绝对认不错。对了，相公，刚刚李婶子来过。一听李寡妇来过，赵小驴的心瞬间沉了下来。说实话，他觉得李寡妇的为人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也不排除她被生活所迫，从而动什么歪心思。他来干什么？他让我告诉你，今早没看见你，这件事他会烂在肚子里，让你不要心存芥蒂。一听凤小妹这话，赵小驴就知道这李寡妇肯定怕自己多想，所以早早来跟小妹把这事说了清楚。他心中不禁对李寡妇又高看了几眼，当下忍不住赞叹：哟呵，这李寡妇还真不错啊！怎么，相公大人，这是有什么想法了？媳妇大人，我这心里早被你塞得满满的了，况且就我那3秒战斗力，也不配有想法。我只是很单纯的赞美他的为人不错。为希望而忙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一天的时间又匆匆结束。村里众人卖完虾蟹走后，院子里只剩下忙碌的小两口。相公，今天收的比昨天多了好多呢，虾有75斤，河蟹140斤。确实挺多，不知道天香居一天能不能消耗这么多虾蟹。赵小驴有些担心，蒜蓉虾香辣蟹固然美味，可镇子就那么大，100文一盘的价格不是所有人都能消费得起的。正自想着，一声熟悉的牛叫从院外传来，原来是赵大牛来了。小驴，今天去镇里的人太多了，这会儿才空闲下来，没耽误你收获吧？没耽误，看来大牛哥生意很好啊，恭喜恭喜。哪有你生意好啊？刘掌柜说了，让你尽可能的多准备一些金钩和横行，你能送多少，天香居就收多少。现在很多其他镇子的人都慕名来吃。一听这话，赵小驴放心了，看来自己还是低估了人们对这2道菜的喜爱啊。对了，这是今天的货钱，金钩和横行总共卖了1150文，买药材和肥油花了100文，我的车费4文，这里是10串钱又46文，你数数。不用数了，大牛哥的为人我还是信得过的。赵小驴一番话说得中肯，听在赵大牛的耳中甚是舒服。想不到这赵小驴改邪归正后，整个人都大变样了。入夜，吃过晚饭后，赵小驴蹲在锅灶前开始炼油，望着赵小驴忙碌的身影，凤小妹有些不解，一次炼这么多肥油，那得吃到什么时候？相公，这活我来吧，你去歇着。我媳妇真好，知道心疼自己的男人。讨厌，又来。不过这油我炼出来有用，你跟豆豆先去睡吧。不睡，豆豆要等爹爹。相公，这油除了吃还能有什么用？这油除了吃还能做一种你们女人都喜欢的好东西。蒜蓉虾和香辣蟹的做法迟早会被其他人摸索清楚的，而且往下天气越来越冷，虾和蟹基本也就捉不到了。咱们不能把这营生做长久之计。听闻此话，凤小妹心中暗喜，不管做什么，看来自己的男人对未来是有长远的规划的。媳妇，我在。你去拿个木盆来装点草木灰。草木灰而已，用搓鸡缆就行了，干啥把盆给弄脏？我可不是为了清燥，因为做那东西需要草木灰，这东西如果做成了，可比金钩和横行挣得多得多。哦，没再多言，按照小驴交代的，凤小妹找来盆子开始装草木灰。如今自己越来越相信这个男人，只要是这个男人说的，她就忍不住的想要去顺从。静谧的夜晚，温馨的小屋内，两个人安静的忙碌着手中的活计。豆豆在一旁逗着小黑蛋，时不时会发出充满稚气的笑声。小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娘，你怎么了？没事，刚才突然感觉腹中有些恶心。相公，我肚子里怀的这个孩子算你的吗？所谓关心则乱，此时凤小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既然自己现在的相公是灵魂附着到了原主的身体上，那么如今怀的孩子到底该怎么算？这个男人的态度对她至关重要，以至于她甚至忽略了现在还是在外面。这个顾大夫，我媳妇喜欢开玩笑。赵兄与夫人真是伉俪情深啊！不过赵兄，我得提醒你，贵夫人的身子骨底子太差了，如今还没恢复好，又有了身孕，以后各方都需要谨慎注意，否则很容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顾北说了什么，凤小妹一句都没听进去。此时她的整个脑子都在嗡嗡作响，很多话在外面并不适合说。反应过来的凤小妹顿觉羞愧难当，自己刚刚说了什么？这话在外人听来会怎么想？怀着身孕却当着外人的面问自己的相公，这孩子算谁的？自责、惶恐、迷茫、委屈等所有的情绪，如同将他的心投掷在滚烫的油锅里。而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深深地垂着头，咬着唇不让眼泪流出眼眶。
都说女人生个孩子傻3年，看来是真的，而且时间应该是从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开始计算。媳妇，听到了吗？顾大夫刚刚说了，你以后要注意身子，不能再那么操劳了，知道不？你现在不仅仅是一个人，还有咱们的第2个孩子，要是再不听话，为夫可就要生气了。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掌，一句略带调侃的俏皮话。赵小驴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从这个男人的行动、眼神以及语气中，凤小妹却感受到了最有力的回应和承诺。我都听相公的。哎呀，你们夫妻2人当着我这么个孤家寡人的面大秀恩爱，可是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啊！不行，作为补偿，赵兄你得请我去天香居吃蒜蓉虾和麻辣蟹，我连去了几日都排不上号。你去了，想必刘掌柜怎么着也得给安排个桌吧。顾兄帮我申多，吃个虾蟹而已，完全没问题。与此同时，山泉村李寡妇和狗蛋他娘正坐在赵小驴家的院子里大眼瞪小眼。原来赵小驴一早带着凤小妹到镇上去看大夫，为了不耽误收购虾蟹，便与李寡妇和狗蛋他娘商量，让2人帮工，每日给他俩30文作为酬劳。结果大半日过去了，却一个来卖虾蟹的都没有。小猪他娘，你说咱这1斤货都没收到，小驴回来还能给咱算工钱不？放心吧，小驴现在可跟以前不同了。再说以往你我与凤妹子的关系也是最要好的，就算不给工钱，咱们帮忙也没啥大不了的。娘。正说着，2个7、8岁的孩童却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正是这2人的孩子，赵小柱和赵狗蛋。怎么样，打听清楚了吗？打听清楚了，是赵金一家在河边收货呢。他给的价格比小驴叔给的高，大家伙儿都把货卖给了他们。不对呀，小猪他娘，天香居不是跟小驴签了公证的吗？怎么又收别人的货？娘，不是天香居，是镇上其他的酒楼，我们都打听清楚了。原来如此，赵金是以什么价收购的？1斤金钩6文，1斤横行4文。切，这样，小柱狗蛋，你们俩去赵金收货的地方喊一嗓子，就说这里改了价，1斤金钩10文，1斤横行8文。啥？柱子他娘，你可别乱替小驴做主啊！没事，听我的，他既然撑小驴的生意，咱就算做不成，也不能便宜了他。你俩就按我说的去。赵金要是改价，记得回来告诉我。交代完，2个小人撒开俩脚丫子就跑去河边了。柱子他娘，你这没经过小驴同意就提价，那小驴回来还不埋怨咱们俩啊？你就放心吧，咱们亏不了。他赵金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正说着，2个孩子满头大汗的跑了回来。那赵金涨价了，现在1斤金钩11文，1斤横行9文。切，小气玩意儿，就涨1文。你俩再去就说这边1斤金钩21文，1斤横行16文。额低的娘烈！一听这话，狗蛋他娘好悬一口气，差点没上来。你这个疯婆子，莫不是想要吓死我？照你这么个收法，小驴回来扒了你裤子，你都赔不起啊！而另一边，哎呀，赵小哥，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没想到你却先一步过来了。你的腿好了吗？老刘掌柜挂怀，多亏了顾大夫，我现在已经勉强可以走路了。果然是济世神医啊，刘某佩服佩服。刘掌柜见笑了，早就垂涎天香居的蒜蓉虾和麻辣蟹，奈何始终排不上号，这不只能诓着赵兄带我来吃了。不同于现代，在古代医者那是相当受人敬仰的。听顾北这么一说，刘掌柜那心里别提多通透了。顾大夫见外了，你是赵小友的恩人，自然也是我天香居的贵客。媳妇过来坐呀，在旁边傻站着干什么？相公，你与顾大夫吃，我在旁边侍候着就好。在古代，宴请宾朋妇人是不能上桌的。凤小妹不上桌的原因，赵小驴自然也知道。顾兄又不是外人，哪来的那么多穷讲究？再说，我媳妇不需要侍候任何人，过来乖乖坐着。哦。赵兄果然是性情中人，我顾北喜欢。顾北身为一名医者，骨子里并没有那些酸腐之气。赵小驴的行事风格让他觉得心中甚是畅快。很快酒菜上齐，望着桌上那垂涎许久的2道菜，顾北吃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好吃好吃，当真好吃！赵兄能想出这样的方子，可真是个妙人。顾兄以后馋了便去山泉村，我给你做几个拿手好菜。哟呵，听赵兄的意思，你会的不仅仅是这2道菜，还有其他的。我最近刚刚想到了一个酸菜鱼的方子，打算吃过饭后与刘掌柜谈谈合作的事。很快酒足饭饱之后，小二叫来了刘掌柜，双方谈妥。刘掌柜以30两的价格收购了酸菜鱼的方子，并且承诺以后的酸菜都由赵小驴提供。
签好公证，3人离开了天香居。赵小友腿伤好了，以后可要常来天香居坐坐。我刘某备好香茶，随时恭候。刘掌柜客气了，还请留步。店里生意忙，您快回去忙您的事吧。这位朋友能否行个方便，暂留片刻？程某有些话想要询问。少东家。循声望去，只见一辆华贵的马车内，一名富家公子打扮的人正一脸震惊地望着自己。再联想起刚刚刘掌柜对此人的恭敬态度，赵小驴忍不住心中嘀咕：少东家，莫非此人就是当今世上最大的商贾巨头之一的程家？可是这样的人物，与我这种农村娃有什么可说的？当今世上，程家作为最大的商业家族，其产业遍布王朝各地，而天香居作为连锁酒楼，不仅仅桃花镇有，县城有，京城有，几乎各大城镇都有。但即使是这样的规模，也仅仅是程家的产业之一。不知这位大人找小人有何事询问？因为你长得很像一个人，所以程某有些话想要询问，不知兄弟能否行个方便？此言一出，赵小驴倒不觉得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眼前这位少东家的为人，最多也只是觉得此人平易近人，并没有仗着自己显赫的身份趾高气昂而已。但是旁边的刘掌柜却不淡定了。兄弟，少东家何时这般谦逊过？这赵小驴到底是何方神圣？像一个人，不知大人觉得小人像什么人？像我姑父，也就是当今的永宁侯廖世安。这位大人，照你刚刚话里的意思，是在怀疑我可能是你失散多年的弟弟。不瞒你说，我舅舅20年前来边疆抵御蛮夷时消失了一段时间，当时有传言说他已经战死沙场，也有人说他没死，而是投敌叛变了。我舅母不信，便带着几个亲信亲自赶赴边疆。那时候他已经怀有5个月的身孕，可是不知是谁泄露了舅母的行踪，他在即将抵达丰台县时却遭遇了敌袭。舅母带领亲信殊死搏斗，刚开始几天还有消息，后来亲信越死越多，舅母也失去了踪迹。闻听此言，赵小驴的内心巨震。20年前侯夫人挺着孕肚在丰台县周边失踪了，如今她即将20岁，而且就出生在丰台县下面的山泉村，从时间和地点上算完全吻合。更巧的是，自己还与那8竿子打不着的侯爷长得很像。看来原主赵大郎应该就是永宁侯的亲子，想来应该是赵氏夫妇当初见遇难的侯夫人衣着华贵，觉得有利可图，所以才收留了原主。而且为了保障孩子安全，侯夫人并未告知自己的身份，否则那对夫妇早就抱着孩子去京城认亲了。想到这里，赵小驴又觉得哪里不对。如果真是他猜测的这般，那赵氏夫妇为何还要瞒着外人呢？当年北蛮入侵，战火四起，捡个被遗弃的孩子，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赵兄，你今年也快20了吧？家中可还有什么亲人？再有1个月就20了。断亲之前，家中尚有父母以及3个兄妹。断亲？难道他们对你不好吗？亦或者你并非他们亲生？闻言，赵小驴知道对方并不死心。古代人重视血脉，一旦真相揭晓，那侯家人一定会接他回去。就算侯府不愿意，侯夫人的娘家也会想办法将自己接回去。毕竟自己的亲外孙做世子，对侯夫人的娘家来说更加有利。乍一看，这层身份好像是给穿越者家的 buff， 可是那侯爷在侯夫人去世1年后娶了新妇，第2年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按照当朝律法，爵位实行长子继承制，我要真去了，该以什么身份待在侯府？现任侯夫人也绝不会允许自己儿子的爵位被夺。他前世可是10刷知否的人，里面的小情事给他留下的印象不可谓不深。现夫人能在侯夫人去世仅1年之后就嫁入侯府，手段定是不比小情事差。他可不想将自己的老婆孩子推入险境，比起勾心斗角，他更喜欢现在的这种田园生活。赵氏夫妇虽然对我不好，但也是因为我和二郎是双生子，那时候年成不好，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我是老大，自然要让着弟弟妹妹们。双生子吗？看来是我太过执拗了。此时的程子昂，这个看起来富贵的少爷显得那般的没落。这些年母亲为了找到舅母，将生意开遍了丰台县周边的大小城镇，可是20年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有关舅母和孩子的消息传来。算了，看来是我太过执拗了。方才听刘掌柜说，蒜蓉虾和麻辣蟹就是你提供的方子，而且这次的酸菜鱼更是出挑，看来赵兄还是个烹饪高手。这酸菜鱼如果用我提供的酸菜，味道会更好哦。是吗？那不知依你之言，这味道能好多少？至少提升5成。酸菜鱼的灵魂就是酸菜是否地道。5成？
刘掌柜的眼光向来很准，以他对你的评价，我相信你刚刚说的，如果我大量收的话，不知赵兄价格方面如何算1斤15文如何？我这酸菜用料扎实，1斤的成本就很高了，如果卖低了的话，那我可能连成本成交。本来还想卖惨的，结果这货同意的这么痛快，看来价格要低了。赵兄，天香居所需的酸菜都可以从你这儿进。另外我有个条件，你如果答应的话，咱们现在就可以签公证，合作一笔更大的生意。好，什么条件？程兄且说说看。你只要答应优先给程家供货，在程家需要的酸菜量未达到饱和前，不给其他商家供货，也不私自开店贩卖即可。赵小驴敏锐地察觉到，他说的是程家而不是天香居。天香居即使开遍了宁安府的大城小镇，但对酸菜的需求量是有限的，但是程家的话就不一样了，除了给天香居用，也可以转手卖去其他地方。看来程子昂对我的酸菜很有信心啊，这是准备做二手贩子。可以，但是我只生产酸菜，货的你们自己来运。运货的事赵兄不需要担心，你尽管将酸菜品质把控好，其他的都交给我。第一批货我先预定5万斤，付300两的定金，你1月内交货怎么样？5万斤腌制起来并不难，现在河里的虾蟹越来越少，只要他放出雇人做酸菜的消息，肯定会有一帮富人上门。问题是20天内能收购到5万斤青菜吗？因为最后的10天要留着后面几天生产的酸菜发酵，如果完不成，那可是要赔违约金的。所谓富贵险中求，机会就在眼前，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这单如果完成，那就是750两，我至少能挣400两。程兄，1个月后5万斤酸菜保准能全部交付。生意谈完，夫妻2人揣着300两巨款离开了天香居。不过凤小妹却并没有赚了钱的喜悦，相反，此时的她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媳妇，怎么了？是在担心1个月完不成这5万斤酸菜吗？相公既然接了这单生意，我自是相信你有能力完成的。那你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如果他日你永宁侯遗孤的身份揭晓，你会离开我和豆豆吗？说来也是，凤小妹识文断字，本是心思剔透之人，与原主在一起生活了4年，又怎么可能察觉不到赵氏对待原主的异常之处呢？毕竟身为一个母亲这样虐待自己的儿子，换谁见了都会觉得不正常。至于凤小妹的担忧，她更是理解。如今的生活刚刚有了起色，未来一切都有了盼头。不知不觉，在凤小妹的心中，赵小驴已经成为了她全部的依靠。如果这个男人真的认祖归宗了，那还会要她这个糟糠之妻吗？傻丫头，想什么呢？比起那个身份，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喜欢有你和豆豆陪在身边的日子。况且你男人我是有本事的，咱们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总之肯定不会比那个侯爷之子的日子差。只要是相公说的，我就信。还有，你刚才少说了一人。少说了一人？谁呀？咱们家不就你我还有豆豆吗？傻瓜，还有我肚子里的儿子呢。你咋知道是儿子？我怀的，我就是知道。好，你怀的你知道，我媳妇说啥都对。望着凤小妹重新扬起的笑脸，赵小驴觉得心中暖暖的也满满的。有妻如此，夫复何求？相公，咱们现在回家吧。豆豆虽然有李婶子帮忙照看着，但是我还是有些不放心。行，不过咱先去趟雅行，我想买辆牛车，另外再买几件衣服。如今咱们赚钱了，你跟豆豆该换皮肤了。哦，好，我都听相公的。夫妻2人正自说笑着，一道身影却意外地闯入了2人的眼中。定睛一看，原来是赵雪。而在赵雪的旁边，一个陌生的男子正亲昵地环着她的腰。此时的他一改往日嚣张跋扈的态度，正一脸惊恐地望着赵小驴夫妇。要知道，在古代女子出嫁讲究一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她一个未出阁的女子却在外面跟别的男子勾肩搭背，这事要是传回村子，赵家养出这么一个闺女，肯定会被人耻笑和戳脊梁骨。赵氏夫妇还不得打死她这个不检点的女儿。媳妇，咱们走，别让这种人污了咱的眼。你等等。身为女子，在古代你要敢私自在外与男子接触，那就是不守妇道，品行败坏。我私会男人跟你没关系，今天的事你最好不要说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一个未出阁的女子跑出来私会男人，还这么狂的口气，谁给你的勇气？李婶子那顿牛逼牌鞋底，你没挨够是吗？每次只要一想起李寡妇对自己的那一顿鞋底板，赵雪总会忍不住的胆战心惊。李寡妇这3个字简直已经成了她的梦魇。如今听赵小驴提起，心中仍不受控制的感到一阵心虚，语气也不由得软了下来。你跟我们断了亲，
现在你已经不是我大哥了，就算你回去告诉我爹娘，他们也不会相信你的。赵雪姑娘，你想多了，你在外面跟哪个男人好，怎么玩，那是你的事，我没空也没兴趣管你的事，但我还是劝你一句，好自为之。切，这是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还有，记住你刚刚的话，不要回村里去嚼舌根子。小雪姑娘，我相公没有恶意，你一个姑娘还小，在外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别吃了亏。少假惺惺的装好人啊！你才吃了几天饱饭就管闲事，忘了之前饿肚子的时候了吗？这话赵雪不提还好，听在赵小驴耳中，顿时想起之前凤小妹在赵家的那4年，成天干不完的活不说，每日却只能吃1碗野菜粥。更可气的是还要遭受原主和那个婆婆的打骂，她能活着挺下来，真的已经是奇迹了。如果不是因为放不下豆豆的这股执念，这个女人估计已经化成一捧黄土长眠地下了。而她只有18岁，这在后世正是花一样的年纪。你还真是跟你那个娘随帖了，看我今天不长烂你这张狗嘴。说完，赵小驴再也按耐不住心中的火气，见媳妇被羞辱，自己又不是这赵雪的爹娘，凭啥惯着他？不过还没等他冲到赵雪近前，旁边的那个猥琐男却蹦了出来。你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过来呀！我他妈就打了，不服你来咬我啊！你个山炮，你等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这男子撂下一句狠话，也不等赵小驴作何反应，拉起赵雪就跑。谁都没想到这小子跑得这么果决，一时间只剩下赵小驴夫妇大眼瞪小眼，一脸茫然地站在原地。相公，你真厉害呢，个子高就是好。废话，山东第1.8米，就算我把腿截一块也比那货高。一场闹剧结束，夫妻2人驾着刚买的牛车，刚好要路过赵翠花家。赵翠花是山泉村赵有福的亲妹妹，因为出嫁早，所以早早离开了赵家。她也是赵家里唯一对原主好的。媳妇，一会路过姑姑家，咱们给她送点米面和肉吧。小时候姑姑每次回娘家都会偷偷给我塞些钱，要不我早饿死了。都听相公的，你说什么我都依你。我媳妇真乖啊。大郎，你们2口子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姑姑，我现在叫赵小驴，不叫大郎了，这不刚好路过就来看看您。豆豆还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你看我忘了你改名这茬了。唉，小驴呀，姑姑也知道你爹娘做的过分了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如今看你的日子过起来了，姑姑也替你们高兴。姑姑放心，以后的日子我一定会越来越好。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是我的姑姑，打小您就对我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听到赵小驴的话，赵翠花满怀的欣慰。不同于赵有福一家，她是打心眼里希望赵家这几孩子都能有个好的未来，否则也不会自己掏腰包去把赵雪这个侄女接来到镇上学刺绣，为的也就是希望那赵雪能有个技艺傍身，将来能找个好婆家。当年那个淘气的小子如今长大了，要是让姑姑知道那赵雪借着到镇上学刺绣的名义跟别的男人鬼混，不知道该有多失望。姑姑，这是相公给您买的肉，您拿回去吃。哎呀，你们来就来了，干啥要花这冤枉钱？姑姑不要，你拿回家给豆豆吃。车上还有呢，这是我相公特意给您买的，都是做晚辈的一片孝心。如今的凤小妹渐渐变得开朗了起来，旁边的赵小驴望着这个女人，如今变得越来越自信，也敢开口主动跟人沟通了。她的心里是很欣慰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个内心千疮百孔的女人正一点点的好起来。那姑姑就收下了，下次再这样可不让你们上门了呀。赵翠花虽说板着个脸佯装生气的样子，可大家都能看出来她的心里是很高兴的。如今的赵小驴变得越来越有担当，越来越懂事，她这个做姑姑的打心眼里高兴。对了，姑姑，有件事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关于赵雪的。一番思索之后，赵小驴还是决定将在镇上遇到赵雪的事告诉这个姑姑，毕竟让赵雪到镇上学刺绣是赵翠花的主意。以赵家夫妇的为人，提前把这事跟他讲了，也好让他心里有数，省得到时候被赵氏夫妇为难。这是真的。小驴，快带姑姑去你们村，这是我得跟大哥说，不能让小雪那孩子学坏了。你姑姑说有人在镇上看到你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娘，我没有，你别听风就是雨的，说不准有些人就是在拿你取乐，故意埋汰咱呢。赵翠花听他这么说，心中有些不满，难道自己这个做姑姑的会坏自己侄女的名声不成？小雪，这都是为你好，你还小，有些事不懂。那敢问你这个一心为我好的姑姑，是从何人口中听说我在镇上与人私会了？突然被赵雪这么反问一句，赵翠花的心中忍不住狂震。要知道这赵雪才15岁就有这么厉害的城府，
如果自己说是赵小驴告诉他的，以赵氏对赵小驴的成见，怎么可能会信？赵翠花，你倒是说说，是谁看到的？是大郎在镇上时亲眼看到的。哼！各位宝子们，刚刚镇上赚了300两，我给小妹买了几件衣服，但是不知道哪件更好看，所以请大家帮忙做个评委，评论区告诉我，我会结合评论区选一套大家最喜欢的。媳妇们，两个乡巴小宝贝儿，我大意的笑，我大意的笑，越热越爱向前跑，路滔滔，命运谁知道？大意的笑，我大意的笑，就是这味道，自在逍遥。我滴个娘咧，如今小驴是越来越出息了，这都买上牛车了。不过你这牛咋驴里驴气的？啥叫驴里驴气？我看这牛就长得很周正，像小驴一样板正。日暮西山，回到家中，原本正帮赵小驴收虾蟹的李寡妇和狗蛋娘见赵小驴买了头牛车回来，当下围上来啧啧感叹。要知道他们这山泉村110多口人家，家里趁牛车的也就3、4户，而现在这赵小驴便是其中之一。李婶子、狗蛋娘，今天收虾蟹一定忙坏了吧？真是辛苦你们了。此言一出，原本围着牛车兴致盎然的2个女人，立马被拉回了现实，变成了霜打的茄子，沮丧地站在原地。怎么了？难道遇到什么事了吗？见到2人的反应，赵小驴这才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对，当下四处打量了一番，并未见院子里有装虾蟹的筐子。小驴呀，是这样。当下2个女人也不再犹豫，你一言我一语的将没收到虾蟹的原因前后的讲了一遍。你刚刚说金钩加到了21文，横行16文吗？咱们没亏了的，那赵金本就是个杠精，仗着家里几代攒下点钱，平日里看人都是眯着眼，如今听我一个寡妇跟他叫价，他怎么会服气？他现在金钩和横行在咱们的价格上又加了1文，后面我没再叫价了。见赵小驴闻听自己擅自抬价后，脸色开始变得有些异常，李寡妇生怕他误会，便急忙解释了起来。可他哪里知道，赵小驴神色变化可不是因为李寡妇擅自加价，要知道在古代讲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李寡妇的行为让赵小驴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做事的果决和不凡的智慧，这一点即使在后世，那也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做到的。小驴啊，柱子他娘也没别的意思，这不是拿赵金撑你生意，我们气不过吗？所以想着咱们收不到货，也不能便宜了他。你放心，工钱我们不要的，就当帮你看门了。现在你回来了，我们这就该回去了。等一下，李婶子、狗蛋娘，你们这是做得好，今天的工钱照付。另外，我今天在镇上谈了一笔生意，需要大量的人手帮忙，眼下秋收也快结束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长期在我这里帮工，我给你们的工钱不低于30文每天。小驴，你说的可是真的？要知道，自李寡妇被小叔子一家霸占了房子田地后，他便只能带着孩子靠挖野菜帮邻工讨生活，农民靠种田为生，没有田种活着都是一种奢侈。如今听赵小驴说可以长期在他这做，而且每日工钱还不低于30文，这收入已经超过了村里大多数的家庭，他怎么能不激动？这是好事啊，我愿意。你个傻婆娘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答应啊！我愿意。哦，对了，李婶子，麻烦你让柱子跟狗蛋再去喊一嗓子，就说咱现在改价了，以后1斤金钩4文钱，1斤横行2文钱。这咋还比以前更低了？之前还1斤金钩5文，1斤横行3文呢。你别多问，听小驴的。与此同时，另一边，大哥，那可是你亲儿子，如今的大郎早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混小子了，他怎么可能为了败坏自己妹妹的名声，故意编排是非呢？哼，你闭嘴！那个畜生已经与我们断了亲，你在我这个大哥的面前帮着一个外人说话，咱娘临死的时候说的话，你可还记得？记得，娘说大哥是家里唯一的男丁，无论我以后嫁到什么地方，都要尽一切能力帮助大哥。只有大哥过好了，咱们家才不会断了香火。那你呢？你又是怎么做的？刚出嫁那几年还知道往回带些银钱粮食，自从你生完孩子后，除了偶尔买些东西，可曾往回拿过1文？大哥，我相公做木匠赚的本也不多，前些年知道我补贴你们，他都没说什么。可我们也要养孩子，也要讨生活，哪还有多余的银钱来补贴你呀？你拿着本该给我的钱去养别人的孩子，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你也是个赔钱货，当真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咱娘临死前说的话，你是忘得一干二净。听到赵有福的话，赵翠花的内心突然生出了一丝迷茫。她生的孩子虽然跟别人姓，可那也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啊。她娘从小告诉她要对大哥好，因为大哥才是她最亲的人，也是她最坚强的后盾。这么多年，她一直遵从着娘说的话。可是大哥真的是自己坚强的后盾吗？切！要我看，姑姑就是嫌弃我在镇上学刺绣，吃他们家几顿饭心疼，所以借着这么个机会，故意来坏我名声，也好打发了我。大哥，在你心里我是不是也是外人？你什么都不要说了，眼下天色不早了，家里没做你的饭菜，你现在走天黑前还能赶回镇上，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姑姑，俗话说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话送到了，信不信是他们自己的事，至少以后他们也没理由因为这事找您麻烦。离开赵家后，赵翠花一路失魂落魄的来到了赵小驴家，眼见凤小妹和豆豆如今神采奕奕的精神样，她突然为赵小驴断亲感到庆幸，这样不通事理的一家人当真没法相处。姑姑别难过了，快趁热先吃了饭，一会儿让豆豆爹送您回去。姑奶奶，吃饭，娘做的饭可好吃了。看到豆豆那讨人喜的小模样，听着他奶声奶气的话，赵翠花的心似乎都变得明亮了些。没想到当年赵家最不是个东西的赵小驴，如今反倒成了狼窝里走出来最有人情味的一个。媳妇，慢一点，注意安全。哦。入夜将赵翠花送回镇上后，夫妻二人难得的清闲了下来。头顶的月色很美，柔和的月光笼罩着房顶上这对幸福的小两口，依偎在这个男人的怀里。凤小妹静静地感受着他强有力的心跳，那一声声充满节奏的律动，如同一柄擎天战锤，守护着这一方天地，守护着他的心房。这一刻，这个女人的心中突然没来由的一阵感动。虽然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虽然不像那些世间称颂的雄兵猛将般有着喋血沙场的惊心动魄与热血豪情，可她就是觉得心潮澎湃，柔情涌动。这个男人在她的心中同样的伟岸，更无可取代。相公，为啥你老是喜欢坐在屋顶上看月亮？我是喜欢和你一起坐在屋顶看月亮，因为这样的月亮最好看，就像你一样。又啦！不管被这个男人调侃多少次，她都会感到甜蜜的羞涩。可能每一个女人都会喜欢被自己的男人这样调侃吧。爹爹，娘。豆豆别怕，爹爹来了。我没事，媳妇你乖乖坐着别乱动，我先去哄豆豆，一会回来抱你下来。